大家好，这里是冰心讲故事。给你5000万，孩子打掉。傅诗晴猝不及防，他手里紧紧攥着孕检单，拼命地控制自己保持冷静。他狠吸几口气，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巨石，压得他怎么也喘不过气来。你说什么？他说把孩子打掉。耳边一阵嗡嗡作响，好一会儿，傅诗晴才抬起眸子，茫然地凝望着他。今天原本是他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他既紧张又期待地把怀孕这件事告诉他，他居然让他把孩子打掉。沉默了片刻，男人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明月回来了，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这个孩子是意外，他不该来，我不会要，这5000万你收着，算是我对你这些年的补偿，或者你还有其他要求可以告诉我，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答应你。傅诗晴身形一颤，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的意思是还要跟我离婚？男人的声音轻薄凉淡，一点感情都没有。傅诗晴掐紧双手，只觉得他的心被人拿刀狠狠地捅了一下，疼得他不敢呼吸。就因为杜明月回来了，哪怕他有孩子了，他也要跟他离婚，打掉孩子。他说这个孩子不该来。齐之年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正要咬进嘴里的动作一顿，又放了回去。他从抽屉里拿出文件，修长的手指缓缓递给傅诗晴：看看吧，没意义就签字。傅诗晴没接，齐之年就将离婚协议放在桌面上。医院我会帮你预约好，想好了就签字，我还有事，回公司了。齐之年起身。齐之年，傅诗晴哽咽地叫住他。齐之年冷冷回头。怎么？傅诗晴眼里注满泪水，抬头恳求地望着他：我不要钱，也答应离婚，可不可以留下孩子？这是他作为一个母亲最渺小的要求，留下孩子，他什么都可以不要。齐之年幽深的眸子同样停留在他脸上，他一向不喜欢有人忤逆他。齐之年吩咐的事情，说一不二，他了解这个男人，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出口：不可以。男人回答的坚定、强势，不可反驳。说完，他没有任度停留，抬步离开。空荡荡的别墅又只剩下傅诗晴一人。他和齐之年结婚3年，虽为夫妻，但傅诗晴知道他娶自己不是因为爱，他不爱自己，可他还天真的抱着诗情望，以为有一天能捂热这个男人的心。结婚3年，他每天都想着怎么当一个好妻子。每天他起得比佣人早，过得比佣人还忙，就是为了亲自下厨，让他回来能吃上他做的饭，看到完美的家。每天无论多晚，他都会给他留灯，等他回来才能安心入睡。他在这个冰冷的囚笼里，过着每个女人都羡慕的豪门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成了旺夫石。但他不在乎，傅诗晴每天都告诉自己，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他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可现实却如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猝不及防。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傅诗晴吸了吸气，他的手绞着胸口的衣服，咬紧的下唇深深溢出一段呜咽。到了今天，他终于明白，不爱就是不爱。不知道过了多久，傅诗晴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书，落下的每一个字都无比坚定。该结束了，从今往后，傅诗晴只做自己。齐之年今天回的比以往早了些，原本看到他回来就会上前迎接的小女人，今天没有出现。他忽略了这一丝期待。
佣人接过他的西装外套。齐之年眉梢微皱，不满地问：“太太呢？”“先生，太太几个小时前出去了。”齐之年走到客厅，冰冷的茶几上放着一份签好的离婚协议书和未动过的支票。齐之年目光幽暗，心口一阵烦闷。他扯了扯领带，回到房间，一如既往整洁的房间里再不见女人的身影，连他的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5年后，哥哥，你确定我们的爹地就在那栋大楼里吗？暖暖拿着望远镜看着对面那栋宏伟的大楼，奶声奶气地问着自己的哥哥。确定呀，我看着他进去的。陈晨目不转睛地操作着电脑，我在妈咪手机里看过他的照片，确定就是让妈咪伤心的坏爹地。哥哥，你在做什么哩？暖暖，坏爹地欺负妈咪，你想给妈咪给报仇吗？报仇？对，坏爹地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害妈咪伤心了，我们要为妈咪教训坏爹地。傅诗晴晨目光坚定，白皙的小手熟练地操作着电脑。不过几分钟后，傅诗晴晨信心满满地按下回车键，瞬间整栋齐氏集团大楼陷入一片黑暗。Bingo， 成功！傅安暖崇拜地看着自己哥哥，为傅诗晴晨奋力地鼓掌。哇，哥哥好厉害，哥哥好厉害！还有更厉害的，看我的！以为这就结束了，嘿嘿，不可能。与此同时，齐氏集团会议厅，会议刚开始半小时，灯一晃就陷入一片漆黑。齐氏集团有专门的供电系统，这种大规模停电史无前例，在座的又都是赫赫有名的老总，该不会遇到恐怖抢劫袭击吧？想着，大家心一紧，纷纷拿出手机照明。坐在主位的齐之年淡定的抬手，朝身后的于正挥了一下。于正立刻上前去看看怎么回事。齐之年话音刚落，偌大的液晶屏幕突然闪动，紧接着一只公猪蹦蹦跳跳的扭着屁股出来，公猪头顶上赫然写着齐之年3个大字。齐之年眉心一皱，然后一个卡通的儿童骑坐在齐之年的猪背上，拿着鞭子抽打着齐之年的屁股，嘴里奶声奶气的喊着：“齐伯猪驾驾驾！齐伯猪听话，不然就把你宰了吃了哟！”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坐在齐之年旁边翘着2郎腿的齐景晨忍不住坐直身子，逐渐瞪大双眸盯着屏幕，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然卡通儿童继续揪着齐之年的猪耳朵，而齐之年气得到处乱拱，奶声奶气的还在继续：“齐伯猪驾驾驾驾驾驾！不听话就把你做成清蒸齐薄猪、油焖齐薄猪，岂有此理！”吃，齐景晨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笑出声。哪个人才这么逗啊！哈哈哈哈！齐景晨笑不活了。齐之年面色紧绷，漆黑的眸子晕上一层又一层寒霜。下面的人牙齿紧咬，嘴角抽了抽，深深的将头埋在桌面上。对不起总裁，我在笑，我尽量很小声。视频播放完毕。咚的一声，下一刻灯光全部亮起，所有掩盖在黑暗下的表情来不及整理，在灯光下皆展露无遗。一股寒意在空气中肆虐。于正，齐之年侧头就看到于正正一本正经的低着头，紧紧咬着牙齿，非常努力的憋笑。齐之年脸色黑得快滴出沫来。于正嘴角还没来得及收回，一道摄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冻结。很好笑。危险信号传来，
所有人顿时神经紧绷。于正战战兢兢，拼命摇头。整个会议厅顿时鸦雀无声，在那双森冷阴雾的眸子下，冻结成冰。半晌，齐之年低头翻了翻文件，俊美如丝的脸上依旧是漫天卷地的冰冷。还愣着干什么？要我请你去查？傅诗晴晨捂着小肚子，笑得前仰后翻，浅浅的教训一下这个臭爹地，让他知道欺负妈咪的后果。哼！不过此地不宜久留。暖暖，咱们走。傅诗晴晨已经收拾好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放回自己书包里。暖暖也将自己玩具望远镜放回自己的小包包里。傅诗晴晨拉着傅安暖的手，俩小宝蹦蹦跳跳的从大楼里出来，出门一辆车就稳稳停在他们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傅诗晴急匆匆下车，他今天刚做完一台手术，都来不及松口气，家里的保姆就打来电话说俩孩子不见了，吓得他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妈咪！暖暖欢快地冲进傅诗晴怀里，妈咪，妈咪，暖暖好想你。傅诗晴蹲下，无奈地把两个孩子都抱进怀里。来的时候他还是气冲冲的，心想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一顿这个两个乱跑的小家伙。但傅诗晴是受不住这俩宝卖萌的，一下子怒气全无，现在只能强硬绷着脸色。你们两个乱跑，知不知道妈咪会担心？妈咪，对不起，暖暖错了。暖暖嘟着小嘴道起歉来，又萌又可爱，还吧唧在傅诗晴脸上亲了一口，惹得傅诗晴真的一点火都发不起来。妈咪都是晨晨的错，不怪妹妹，妈咪不要生气了好不好？那你们下次还乱跑吗？傅诗晴的心已经软得一塌糊涂，但不能太轻易的放过这两个小顽皮，不然下次真的是要他们在天上跑，他这个老娘在后面追了。不了不了。暖暖摇着小手，糯叽叽地说：好，那告诉妈咪，你们刚刚干嘛了？暖暖水灵灵的眼睛看向傅诗晴晨，傅诗晴晨眼睛一眯一挑的给暖暖使眼色。晨晨，暖暖，好孩子是不能说谎的哦。暖暖在哥哥和妈妈的双重压力下，一张可爱的小脸写满了纠结。暖暖低下头，很小声说：暖暖不能说。傅诗晴放柔声音，耐心的问：为什么呢？暖暖努了努小嘴巴，哥哥不让说。傅诗晴晨，哥哥为什么不让暖暖说呢？傅诗晴看看晨晨，又看看暖暖，因为哥哥替妈咪去教训爹地了。傅诗晴晨，这妹妹能要？傅诗晴听了倒吸一口凉气，继续问下去。暖暖讲着讲着就什么都不剩了。傅诗晴听着都心惊胆战，这俩孩子怎么这么虎，去招惹齐之年。当年他出国后生下了晨晨和暖暖，1个星期前刚回来，齐之年不允许他留下孩子，所以他也不敢让齐之年知道晨晨和暖暖的存在，想着这辈子都不要再跟这个男人有任度交集，没想到这俩娃偏要去招惹他。而此时齐氏集团的顶级防御系统团队也已经通过追踪定位找到了这个恶作剧的人的位置。 Boss 找到了。于正将定位给齐之年，定位显示此人就在齐氏集团楼下。齐之年微微蹙了蹙眉头，让我看看。齐景晨凑过来，卧槽，可以啊，顶风作案，勇气可嘉，哥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抓住这个人才。噗！齐之年后槽牙一紧，先眸，齐景晨头皮一麻，一点一点的将目光从定位器上挪到齐之年脸上。哥，
能不能别拿激光射我？在笑。齐之年语气淡淡，不温不火，齐景晨却听出了里面蕴含了滔天的怒气。他敢保证，他此刻嘴角再给他割裂一下，他就要滚去养猪了。我闭嘴。齐景晨做了个嘴巴装上拉链的动作，站在一旁安安分分。齐之年将幽冷的视线放回屏幕上，锐利的眸子细微的眯起，真是好大的胆子，在他眼皮子底下搞恶作剧。齐之年起身，他倒是要亲自看看这个要宰了他的人是杜方神圣。见有好戏，一向不嫌事大的齐景晨紧跟其后，哥，我也去。傅诗晴知道孩子是为他好，他不忍心责备他们，但晨晨惹了齐之年，凭齐之年的能力，他很快就能找到他们，这还是在齐氏集团楼下。傅诗晴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想着傅诗晴不由抬眸朝齐氏集团望去，只是下一秒他就看到一道修长的身躯向门口走来，他一身金贵气质，在人群中极其显眼，身后乌泱泱的跟着一群人，气势汹汹的。齐之年。时隔5年，傅诗晴依旧能凭借一眼就认出这个男人。傅诗晴心脏骤然一缩，心中的警铃不断报警。快跑！他心慌的乱跳，但人却极其冷静，抱起2个孩子放在后座上，自己立刻上了驾驶座。晨晨跟齐之年有7、8分像，碰到一定就会被认出来。齐之年冷冰冰的视线扫到一个极其熟悉的身影，他幽暗的眸子极细微的眯了眯，不由得加快脚步。刚到门口，就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急匆匆的上了车。那个女人的身影，傅诗晴，很像她。齐之年冰寒的视线紧紧地盯着那辆车子，极细的眯了分毫。Boss 定位显示，那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离开。就是那辆车，齐之年没有任度迟疑，一声令下，追。他有很强烈的预感，刚刚那道身影就是当年那个女人。车上，傅诗晴给闺蜜楚饶打电话：“喂，诗晴怎么了？饶，我要先回外国。”“什么？你要回外国？你不是刚回来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楚饶焦急问。傅诗晴把发生的事情跟楚饶说了一遍。楚饶听完，连着惊了3个卧槽，咱们小宝贝真的是太有才了，干得漂亮，晨晨暖暖，干妈支持你们。傅诗晴汗颜。诗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尽快，最好今天，我绝对不能让他看到孩子。他心里很不安，总觉得齐之年看到他了，马上就会追过来。可是诗晴，你才刚回来，林院长花了这么大代价才把你挖过来，你现在走了，他会不会气到冲去外国把你绑回来？可能吧，但我不是不回来，我把孩子送温霄那避风头就回来。毕竟他已经决定回国发展，还答应了林杰明林院长入职医院，他就不会轻易离开。避过这阵风头，再接2个孩子回来。好，带着2个孩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电话里，楚饶给傅诗晴急匆匆的交代叮嘱了几句。挂了电话后，傅诗晴将手机递给后座的傅诗晴晨，帮妈咪订机票，我们得回温叔叔那住几天。回外国吗？晨低着头操作着电脑，比开车的傅诗晴还要忙。他刚刚一时疏忽，居然让他们定位到他们的踪迹了。还好他现在发现了，立刻拦截，并且进行干扰。对，傅诗晴尽量表现得轻松，免得2个孩子跟他一起紧张。温叔叔早就说想你们了哟。耶，
可以回温叔叔那。暖暖好开心。转头，暖暖又咬着手指，不解地看着傅诗晴问：“但是妈咪，你很害怕爹地吗？为什么要躲着爹地呢？”傅诗晴顿了顿，眸色闪过一抹晦暗。这个妈咪等暖暖长大些再告诉暖暖好吗？傅诗晴不想晨晨和暖暖知道，他们是爸爸不想要的孩子。暖暖知道妈咪提到爹地就会伤心，于是咂巴了下嘴巴，乖乖的没多问。那好的吧。傅诗晴时不时的通过后视镜往后看，生怕后面有人追赶上来。妈咪，最近的机票是明天7点半哦。傅诗晴点点头，好，就这班。现在是晚上7点，还有10几个小时。傅诗晴火烧屁股似的，飞快赶回家，匆匆忙忙整理了几件衣服。第二天，生怕夜长梦多，1分钟都不敢耽搁。到了机场，傅诗晴给2个孩子和自己都戴上口罩，然后带着2个孩子去过安检。看着长长的队伍，终于要轮到他们，傅诗晴松了口气。他也知道这么躲不是办法，但他现在还没有带着2个孩子面对齐之年的勇气。以齐之年的性格，当年他忤逆他，又不辞而别逃出国，他一定不会放过他。而且齐家这种豪门世家根本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孙流落在外。这2个孩子是他的命，他不能失去他们。他怎么样没关系，但是2个孩子，他不允许任度人伤害他们。傅诗晴低头看着手拉着手的晨晨和暖暖，他的心就无比坚定，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妈咪，回了温叔叔那，暖暖还可以回来吗？暖暖有些舍不得这里。傅诗晴看出暖暖的心思，温柔一笑：“暖暖宝贝喜欢这里吗？”“喜欢，这里有暖暖的朋友，有干妈，还有爹地。”暖暖咬着手指没说下去。傅诗晴眸光暗了暗，虽然孩子不说，但傅诗晴知道2个孩子是渴望有父亲的，没有一个孩子不诗情望有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傅诗晴蹲下身子，抱了抱暖暖和晨晨，可他没有办法让他们体会到父爱，但是他会加倍的爱他们。发觉傅诗晴的情绪低落，暖暖紧紧的抱住傅诗晴：“妈咪，暖暖只要妈咪。”晨晨也只要妈咪。晨晨也一把抱住傅诗晴，想多给傅诗晴一些安慰。傅诗晴温柔一笑，有这2个孩子，她肚脐有幸。宝贝们放心，等过几天，妈咪一定会接你们回来的。然而此刻，机场门口，一排黑色高级轿车稳稳停下，为首的劳斯莱斯里，一道男人颀长的身影从车内出来。男人俊美的面容紧绷，漆黑的双眸如墨一般，里面是化不开的冰冷。他周身携着一股冷意，席卷整个机场大厅。身后的黑衣保镖立刻散开，展开地毯式搜索。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让那个女人给跑了。晨晨、暖暖，马上就要登机喽！耶！暖暖很快就可以见到温叔叔了。检完票，晨晨暖暖手拉着手，一蹦一跳的走在前面。傅诗晴笑意盈盈的看着2孩子，这2孩子坐飞机总是会很激动。他接回自己的证件，可下一秒，一只大手直接扣住他的手。紧接着，一道阴冷低沉的声音，熟悉的在他耳边响起：“傅诗晴，你还要逃哪去？”轰！霎时，他的脸刷得苍白下来，猛地抬头，身子微微颤了颤，入目是那张时隔5年却又丝毫不陌生的脸。齐之年，你。傅诗晴惶恐的转头看向已经进入登机桥梁的2孩子，暖暖焦急的要冲向他，
但被冷静的陈晨拽住。傅诗晴看着陈晨不动声色摇了摇头，陈晨一向机警又聪明，担忧地看了几眼傅诗晴，立刻带着暖暖混入人群，躲进机舱。还好，齐之年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并未注意到孩子。见状，傅诗晴悬着的心微微放下，但面前男人漆黑的眸子正阴沉沉地盯着他。傅诗晴鼓起勇气回望男人，他还是和5年前一样，一张轮廓分明的五官，完美到没有一丝瑕疵，一双深邃的眸子宛如深潭一般，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倨傲和金贵，带着逼人的气势。齐之年看着面前这个时隔5年的女人，她一身白色连衣裙包裹着她纤细的身姿，身材高挑，露出一双白皙纤细的小腿，一张精致的小脸，比5年前更显娇美灵动，带着一股浓浓的倔强，一双漂亮的琥珀色眸子却过分的冷漠，是他从未在他看他的眼神中见过的。2个人那样近的距离，任度情绪都逃脱不了对方的眼睛。齐之年的心被他的眼神狠狠地刺了一下，一股无名火愈演愈烈。傅诗晴，你真是好样的，躲了5年还要逃。齐之年气急，一点都不温柔地把傅诗晴从队伍里一把扯了出来。放开我，齐之年，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有病？我去哪关你屁事？关我屁事！你怀着我的种跑了5年，我难道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我问你，孩子呢？当年的孩子被你藏到哪去了？齐之年一把掐住傅诗晴的下巴。傅诗晴吃痛，毫不客气的一把打开齐之年的手，却依旧摆脱不开男人的束缚。他狠狠的挣扎不开，泄气的瞪着齐之年。齐之年真是好笑，当年不要孩子的是你，现在来找孩子的人也是你，怎么？杜明月没能力给你生孩子吗？你……傅诗晴说的话句句在他底线上蹦跶，可偏偏他一句都反驳不了，气得他恨不得当场掐死这个女人。傅诗晴冷笑，我当初若不走，难道要等你逼着我去医院把我的孩子流掉吗？齐之年，我不会让你找到孩子，你放心，你当初不要孩子，现在我也绝对不会让孩子认你。死女人！齐之年死死地盯着女人的脸，明明还是5年前那张温婉贤淑的面容，此刻却牙尖嘴利，句句诛心。齐之年狭长的眸子眯了眯，一股难以抑制的怒气在胸膛汹涌。哎呦，卧槽，哥！齐景晨急匆匆赶过来，就看到2人正在怒目圆睁，那周身的气压吓得他浑身一颤。他觉得现在他们手上有刀，都能互相捅死对方。哥，嫂子冷静啊，有事好商量。没，齐景晨一顿，齐之年的视线就如同一把刀子扫过来，他头皮一阵发麻，乖乖闭嘴。放开我！傅诗晴挣扎，齐之年放开我，你这个神经病！齐之年冷冷点了点头。嘴硬是吧？傅诗晴，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把他带回去关起来，什么时候愿意交代孩子在哪，什么时候放他出来。齐之年冷声命令。啪的一声，齐之年话音刚落，一道清脆的巴掌声接踵而至。下一刻，整个空间寂静的可怕，一股死意在空气中盘旋。天！齐景晨此时此刻恨不得原地消失。傅诗晴忍无可忍，这些年憋的怒火委屈全发泄在这个巴掌上。他怎么这么无耻？他凭什么囚禁他？他有什么资格囚禁他？
齐之年头微侧，这个女人居然敢打他！你想囚禁我？齐之年，你个畜生！你敢囚禁我，我就跟你没完！齐之年舌尖触了触有些麻木的口腔壁，周围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呵！男人蓦然冷笑出声。齐之年抬手一把扣住女人的后颈，硬生生地把她摁在自己面前。突然靠近的俊脸让傅诗晴心狠狠的一颤，她逼着自己保持冷静，垂在双侧的手紧了又松。傅诗晴，我们没完！说完，齐之年一把将她扔在地上。没错，是扔。傅诗晴整个人失重的踉跄两步，后背撞到旁边的栏杆，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齐景晨心一颤，生怕两人当场打起来，见傅诗晴摔在地上，下意识想去搀扶，但被齐之年一个眼神制止住，瞬间收回手，大气不敢出的站在一旁。带走！他立喝。最后，傅诗晴还是抗争不过这个男人，被强行带上车。暖暖不敢哭出声，妈咪说过不能让坏爹的找到他们，他怕再给妈咪添麻烦。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里已经注满泪水，依旧倔强的不发出一点声音，直到一行人离开，才大声哭了出来。啊，坏人！爹地是坏人，他欺负妈咪，还抢走了妈咪！哥哥，哥哥，妈咪被坏爹的抢走了！晨晨此刻极其冷静，一双稚嫩的眸子里满是坚定。他像平时傅诗晴安慰暖暖一样，把暖暖抱进怀里。暖暖不能哭，暖暖，妈咪说过，我们哭，妈咪会心疼的，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去救妈咪。暖暖立刻停止哭泣，一双掺着水的眸子，可怜巴巴又期待地看着哥哥。哥哥有什么方法吗？我们先回家，需要干妈帮忙。好，暖暖都听哥哥的。到了滨海别墅，齐之年猛地攥住傅诗晴的手，硬生生将她从车里拽出来。傅诗晴在担心两个孩子，虽然她知道晨晨有能力带好暖暖坐上飞机，到了外国找到温霄，但她依旧不放心，毕竟是5岁的孩子。她沉思之际，被齐之年拽得猝不及防，差点栽到地上，还好扶着车门框保持平衡。她瞪着齐之年，眼里直冒火：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男人当然不会理会她的话，反而更用力地拽着她，把她往别墅的房间里带。他毫不留情地把傅诗晴扔在地毯上，傅诗晴来不及反应，下巴一阵剧痛，她被掐着下巴，被迫抬起头。男人的俊脸近在咫尺。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愿意交代了？什么时候有饭吃？男人冰冷的声音宛如地狱的恶魔在耳边响起。傅诗晴脊背一凉，死死地捏着拳头，交代孩子，做他的青天白日梦吧，休想！呵，男人冷酷一笑。诗晴忘过几天，你还有这嘴硬的本事？男人狠狠地撂下这句话，甩门出去。傅诗晴心一急，摸了摸口袋，才发现手机被他拿走了。他又猛地扑上去，门在他面前毫不留情地合上。砰！傅诗晴眼睛都在喷火。齐之年，还我手机！你神经病啊！没有手机，他就无法联系晨晨和暖暖，无法确认他们安全。傅诗晴心急如焚，一脚踹在门上，雕花双推大门纹丝未动。房间在3楼，傅诗晴看了眼这个高度，跳下去不摔废才怪，但门被那个狗男人从外面锁上了，他根本打不开。傅诗晴在房间里快速翻找，这是他之前和齐之年结婚后住的房间，房间里没多少变化，
让他觉得熟悉又陌生。他记得房间里有备用钥匙。傅诗晴抱着这一丝诗情望翻遍了整个房间的抽屉，一把钥匙的影子都看不到。傅诗晴泄气地靠在墙上，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滑坐在地上。不知道晨晨和暖暖安全上飞机了没有？他没手机，无法联系他们，焦急担心使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煎熬。就这样漫长的过了3个小时，墙上的钟表显示12点了。到了午餐时间，没人给他来送饭。傅诗晴早上起得急，给孩子弄了吃的，自己只应付了2口。到这个点，已经饥肠辘辘的不行了。这时，寂静的走廊传来渐行渐近的脚步声。傅诗晴猛地直起身子，他的听力一向很好。有人过来，门被敲响，一道甜美的女声在外面亲切地喊：“阿琛。”这声音，杜明月。阿琛，你在吗？傅诗晴心下一动，没吱声，又在地板上走了几步，故意发出轻微的脚步声，提示外面的人里面有人。然后傅诗晴呼吸微敛，贴着墙角站着。阿琛，你在里面？阿琛，我进来了。杜明月心下一喜，齐之年没拒绝，之前他一直不允许他进这个房间，佣人也很少进，就算打扫也不能碰乱里面任度一件东西。今天齐之年没拒绝，杜明月嘴角勾起一抹甜甜的笑意。马上就可以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房间，杜明月忍不住心跳加速，将自己的衣领下拉，露出精致的锁骨，拢了拢精致打理的茶色卷发，开门而入。就在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齐之年时，傅诗晴一个手刀打得他猝不及防，立刻晕了过去。不过傅诗晴没下多重手，杜明月没1个小时就能醒来。杜明月之所以会上楼找齐之年，说明齐之年不在楼下。这样想着，傅诗晴狂蹦下楼，一口气冲到玄关处，大门近在咫尺。傅诗晴眼里充满了诗情望，他伸手握住门把手。去哪？一股凉意袭来，傅诗晴猛地一颤，背后突然响起一道无比恐怖的男声。这道声音对傅诗晴来说就如同恶鬼索命。傅诗晴吓得汗毛竖起，他不敢回头，不想看到，不愿面对，反正门就在他面前。咔嚓，他毫不犹豫地拧开门。就在他要狂奔而出时，2道笔直的人影直接挡住他的去路。2个高大的保镖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分毫不让地挡在门口，并掏出手枪对着他的头颅。傅诗晴死死咬住后槽牙，有必要吗？傅诗晴垂头丧气地回头，就要开口时，鼻尖就擦过男人的西装面料，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男人的突然靠近令傅诗晴猝不及防，蝶一般的结语轻轻颤了颤，整个人向后仰，后腰就被男人强壮的臂膀一把搂住。男人冷意十足的声音继续响起：“越狱好样的，你很能跑是吗？”傅诗晴心头一耸，逃跑当场被抓的恐惧席卷全身。他惊恐地看着男人时，楼上传来一声惊呼：“杜小姐晕倒了！”杜明月被送去医院。为了防止傅诗晴再逃跑，齐之年硬拖着傅诗晴一起去了医院。病房里，杜明月醒得比傅诗晴想的晚了1个小时了。此刻正虚弱极了的躺在病床上，一双水灵灵的眸子可怜又委屈的看着齐之年，哭得跟嚎丧一样。杜明月也是医生，到了医院接诊他的医生是他的好姐妹江娇雪，此时正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
齐总，月月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伤人者再用力点，月月就醒不过来了。同样是医生的傅诗晴都惊呆了。原本他还心怀一丝愧疚，毕竟是他为了逃跑打晕杜明月的，要道歉要赔钱，傅诗晴都接受。现在傅诗晴那一丝愧疚都消失殆尽可。杜明月，傅诗晴对他的印象一如5年前，清纯、柔弱、虚伪、茶里茶气。他下手没那么重，傅诗晴来不及讲话，杜明月率先开口：傅小姐，我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吗？你要下这么重的手？阿琛，我的后颈好疼，头也晕，我当时以为我快死掉了。快死掉了？傅诗晴真要被吓死了。你打的？病房里，齐之年侧头俊脸凉飕飕的望向傅诗晴。是我打的。傅诗晴翻了个白眼，站在一旁大声承认。傅诗晴一承认，杜明月哭得更加卖力了，捂着胸口，一双眼睛通红。傅小姐，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做错了什么要被你这样殴打？殴打？这些罪名盖得傅诗晴真的猝不及防。为了逃跑打晕他是傅诗晴的错，但你好好说话啊！一下子醒不过来，一下要死掉了，一下子殴打，是想碰瓷还是几个意思？道歉。齐之年沉声道。傅诗晴今日可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楚楚可怜，茶里茶气。碰瓷大妈都没你能装。傅诗晴嘀咕。你说什么？傅诗晴冷冷的睨了他一眼，大声说：我说对不起，我的错，我不应该打伤你的白月光，我不该打他打得这么用力，我下次轻点。你好像很不服气。齐之年凝视着傅诗晴。没有，服气服气，不服气也不管用。没关系的，阿琛你也别怪傅小姐，其实傅小姐不用道歉也没事，我已经原谅傅小姐了。杜明月弱弱地说，一副大度善良的样子。是他伤了你，他该向你道歉，你不必替他说话。渣男，你哪只耳朵听到他替我说话了？傅诗晴心里都快笑岔气了。你给我出来！齐之年沉声，声音低沉，带足了压迫感。出去就出去，谁怕谁？齐之年抬步要走，傅诗晴紧跟其后。阿琛，我还有点不舒服，你可以留下来陪陪我吗？傅诗晴有点烦。哪不舒服啊？我给你看看，齐之年又不是太上老君，留下来是能给你炼仙丹治病，还是怎么样？若不是怕旁边这个男人的眼神能把他射穿，傅诗晴真的想多对几句。你，杜明月气得面色通红，可偏偏傅诗晴说的，他一句都反驳不了，气得他怒目圆睁。杜明月看着齐之年和傅诗晴出去，一双怨毒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傅诗晴的背影。这个贱人！月月，刚刚那人是傅诗晴，他怎么回来了？刚刚帮杜明月说话的江娇雪问。傅诗晴之前在医学院就是全院公认的第一，长得漂亮，受教授器重，学医极有天赋，拿过不少大奖，追求者无数，绝对是让人羡慕嫉妒恨也无法超越的存在。越是这样，越有人眼红，越是有人不服气。江娇雪和杜明月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到了大二，所有人都觉得前途会是一片光明的傅诗晴，突然被学院退学了，听说是跟教授有一腿，被教授的妻子当场捉奸，学院为了掩盖丑闻，当时就把傅诗晴开除了。这件事情被学院压下，
也因傅诗晴的离开不了了之，但总会有人在背后议论的。傅诗晴离开后，长相清纯娇美、家世又好的杜明月立刻就脱颖而出。是他！杜明月狠狠咬牙。他见到傅诗晴的那一刻，原本还不敢置信，这个女人居然回来了。5年了，他一直在齐之年身边，但齐之年从未提过要娶她。他知道这个男人的性子，他也不敢提。本以为过几年，他一直在齐之年旁边，这个男人会娶自己，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还没等到，傅诗晴这个女人居然回来了。真是阴魂不散。真的是他，月月你知道吧？前些天你们心脏外科空降了一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主任医生，叫森蝶，在医学界排行榜排行第1，在外国极其出名，医术被信奉为神话，听说中文名也姓傅。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傅诗晴？你说的是院长亲自请到医院的那个？这件事情在医院都传遍了，能让院长亲自请回来，年纪轻轻直升主任，院长还给他置办了独立的办公室的人，必定嫁不了。且这个人很神秘，在医院还没人见过他。杜明月冷笑一声：焦雪，你在搞笑吗？你居然说森迪因为中文名也姓傅，就怀疑是傅诗晴？没搞错吧你？森迪怎么可能是那个臭名昭著、大2没上完就被退学的女人？江娇雪听杜明月语气不好，立刻道：是我多想了，那个贱人怎么可能是森迪？而且若说厉害，我们月月也是医院第1的，就算森迪来了又怎样？月月你人美家世好，医术又超高，未来又是齐少夫人，谁能盖过月月你的风头？江娇雪的追捧让杜明月脸色缓和了不少。病房外，你有什么事说吧。傅诗晴没好气，你这张嘴真是欠收拾，好好讲话你会死。好好讲话？齐总怎么算好好讲话？像从前一样对你低声下气，对你唯命是从，还是傻里傻气的听候你的发落？我是你员工还是你奴隶？我凭什么听你的？傅诗晴连声质问，说着他眼眶有些发热。他之前就是对他太好，什么都小心翼翼，百依百顺，不敢有韧度反驳，结果造成了他以为他一直都是软柿子好捏。他以为他还是之前的傅诗晴吗？凭着他喜欢他可以任他欺负？从今往后休想！男人幽深的眸子里满是怒气，死死地盯着他，那眼神仿佛要将他挫骨扬灰。傅诗晴挺直腰杆，仿佛是向男人宣誓：我不怕你。男人双手紧攥，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傅诗晴，你行。傅诗晴身体微微颤抖，眼底一片冰冷，看着男人摔门进入病房。男人的离开，傅诗晴才敢松一口气，他额头早已沁出排排冷汗。这个男人太可怕，傅诗晴宁愿这辈子都不要再跟他有任度交集。想着，傅诗晴转身就要走，还未走出2步，就被他身边的助理于正带着保镖阻拦。傅小姐，先生并未说你能离开。傅诗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将心口的火压下去，抬眸静静地凝视着于正。于正咽了咽口水，这个钱太太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那目光怎么像要活剐了他？于特助。傅诗晴淡淡出声：在。我。傅诗晴深吸一口气，上厕所。于正愣了一下，立刻对身后的保镖说：护送傅小姐去上厕所。傅诗晴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护送？是的，
护送。于正一本正经，坦白点，这根本就是监视。傅诗晴磨了磨后槽牙，给他竖起大拇指。于正，你行。傅诗晴气冲冲进入厕所，有些颓地靠在门上，身后2个保镖跟尾巴一样跟着，他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这么久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2个小宝贝怎么样了。就在傅诗晴一筹莫展之际，妈咪！一声甜甜的声音小声的在傅诗晴耳边响起。傅诗晴心口一颤，暖暖，妈咪！暖暖从厕所隔间里跑出来，冲进傅诗晴的怀来。傅诗晴不敢置信的抱着自己的女儿，心里狂喜又不安。暖暖，你没上飞机吗？你怎么找到这的？哥哥带暖暖来的哦，妈咪忘了吗？哥哥为了防止妈咪和暖暖走丢，送给我们的手表有定位系统哦。暖暖抬起手，摇了摇戴着手腕上的粉红手表。我们靠着定位找到渣爹地的家，原本哥哥正打算怎么营救妈咪，定位就跟着妈咪来到了医院，我们也就来了。傅诗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表，之前小家伙让他戴着，他就一直没摘，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用处。暖暖，哥哥呢？哥哥在外面，妈咪放心，我们正在想办法救妈咪。对了，妈咪，哥哥说你一直不联系我们，一定是手机被没收走了，这是给妈咪的手机，妈咪一定要藏好哦。傅诗晴简直要感动死了，他这一对儿女真是他大大的救星。有了手机，他就方便多了。傅诗晴接过手机，立刻藏起来。谢谢宝贝，暖暖和哥哥简直就是妈咪的救星。现在妈咪自己有办法逃跑，你们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回去找干妈好吗？妈咪之后会跟你们会合。齐之年就在这层楼，若是让他看到晨晨就完了，他一定会抢走他们的，齐家根本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孙流落在外。但晨晨暖暖都是他的命，他不能失去他们，他不能让他们冒险。可是妈咪，门口有脚步声靠近，傅诗晴捂住暖暖的小嘴巴，竖起指头放在唇前，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警惕地带着暖暖进入隔间。妈咪，嘘！傅诗晴压低了声音，暖暖，听妈咪的，和哥哥一起离开这里，给妈咪一点时间，妈咪一定会想办法自己和你们会合的，好吗？暖暖担心妈咪。傅诗晴将女儿抱在怀里，暖暖要相信妈咪。傅诗晴抱着女儿安慰了一会，依依不舍的让暖暖先出去找晨晨。暖暖很乖，虽然很不舍，很放心不下傅诗晴，但还是迈着小腿跑出去。傅诗晴既心疼又欣慰的看着暖暖小小的背影。然后傅诗晴再若无其事的从厕所出来，知道暖暖和晨晨都是安全的，傅诗晴放心多了，原本因为担心玉洁的心情也好了，步伐也轻快了不少。傅诗晴看着2个保镖都觉得顺眼了许多，笑吟吟地说：“走吧，护送我回去。”2保镖面面相觑，这女人没事吧？进去前恨不得拿把刀干死他们，上了个厕所心情就变好了。女人心，海底针。傅诗晴步伐轻快地走在回去的走廊上，嘴里还哼着小曲。突然，小朋友，没事吧？这声音，傅诗晴整个人一怔，他感觉自己浑身气血都在逆流。他瞪大眼睛，他满眼惊恐。他看到一身西装革履的男人正将面前的小姑娘从地上扶起来，而那个男人是齐之年，小姑娘不是他的女儿，还能是谁？暖暖排斥的推开齐之年的触碰，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瞪着齐之年。在暖暖眼里，齐之年就是一个抢走妈咪、害妈咪伤心的坏爹地，他自己可以起来，才不要他扶呢。见齐之年被推开，身边的杜明月在暖暖面前蹲下，不悦道：“小朋友，叔叔扶你起来，你怎么还能推开叔叔呢？应该说谢谢，知道吗？”暖暖仰着头看看齐之年，又看看杜明月，确认无误，就是哥哥说的坏爹地身边的坏女人。你是谁？为什么教训我？哇！暖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杜明月见暖暖哭了，扯了扯嘴角：“小朋友，你哭什么？哇！你欺负我，你骂我，哇！这点年纪的孩子，撒泼耍赖绝对是他们的必杀技，杜况是暖暖这种长得白白嫩嫩、可爱的像个福娃娃的小宝贝。”暖暖哭得很大声，周围的人见小姑娘哭成这样，都不忍心过来相劝。傅诗晴站得不远，听到暖暖哭了，心头一紧，恨不得立马冲上去。他紧紧攥紧拳头，可他不能，他上去就暴露了。小娃娃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可怜？谁欺负你了？旁边的路人忍不住问。小朋友别哭，哭得我们心都要化了，跟奶奶说说，谁欺负你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暖暖可怜巴巴的抹着眼泪，躲在一个妇人怀里，畏惧的看着杜明月和齐之年。杜明月遭受到旁边不分缘由的责备目光，脸上挂不住，伸手扯了扯暖暖，声音因为慌张扬高了许多：“小朋友，你可不能乱讲，阿姨哪里欺负你了？”被杜明月一扯，暖暖往前踉跄了2步，直接摔在地上，仰头大哭，一张小脸都哭红了，眼泪不要钱一样往下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就说话，怎么还动手？旁边那个老婆婆心疼的抱起暖暖，严声质问杜明月：“就是什么人啊？对这么小一个孩子动手，也好意思？长得挺漂亮，没想到心这么黑。”齐之年沉眉看着哭成泪人的小丫头，对于这点大的小丫头哭成这样，他也有点无措。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想拉一下她，我没想到会这样。杜明月急于解释，越解释越百口莫辩，谁知道这个孩子碰一下能哭成这样，分明跟碰瓷一样。而把头搭在老婆婆的肩膀上哭得大声的暖暖，看到后面的妈咪，朝妈咪俏皮的眨了眨眼睛。哼，这就是坏女人欺负妈咪的后果。傅诗晴嘴角忍不住勾了勾，暖暖也不知道随了谁，这演技，这小腹黑的劲，把傅诗晴都骗过去了，更杜况其他人。够了！齐之年把老妇人怀里的暖暖往怀里一提，傅诗晴心一梗，紧紧盯着齐之年的表情，生怕他把暖暖认出来。暖暖蹬着小腿在齐之年怀里挣扎。你叫什么名字？齐之年盯着暖暖，第一眼他就觉得这孩子的眉眼有些跟那个女人相似，刚刚小脸皱成一团凶巴巴的样子，更是像极了他。而且他刚刚从卫生间出来，那个女人刚刚也去了卫生间，未免太巧了。你放开我，我不认识你。你放开我，我不认识你，不告诉你。暖暖像一只小兽在齐之年怀里挣扎，路人想上前劝解，但这个男人周身的气势又将他们劝退。傅诗晴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无限的恐惧涌上心头。他认出来了，傅诗晴。齐之年叫他过来。傅诗晴被男人的声音激得猛地回过神，
抬头就看到男人的幽深如深潭一般，都眸子正落在他的身上。他眸子微眯，看不清男人的情绪，他不容抗拒的声音逼迫着傅诗晴硬着头皮走上前。傅诗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淡定地走到男人面前，直视男人的寒意深深眸子。怎么了？站那里干嘛？齐之年的嗓音一如往常，听不出任度异样，可他落在傅诗晴身上的眸子时刻注意着他的情绪。暖暖看到傅诗晴过来，眼睛止不住一亮。暖暖这细微的表现没有躲过齐之年的眸子。傅诗晴呼吸微敛，垂在两侧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笑着开口：齐之年，你们是不是人？这么小的孩子你们都欺负。眼睛红了，怎么回事？你心疼了？齐总这话真是有意思。傅诗晴冷嗤一声，又不是我的孩子，我心疼什么？只是看不下去。说完，傅诗晴若无其事地瞥了眼暖暖，表现得真是一点都不关心。其实傅诗晴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在男人打量的目光下，傅诗晴感觉自己是透明的，什么都逃脱不了。在他面前耍小花招，如同虎口拔牙一样危险，也不知道他信没信。暖暖。这时，不远处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是楚扰，不是救星。楚扰掠过傅诗晴，好似不认识，快步走到齐之年面前，看着暖暖：暖暖，你怎么跑这来了？妈咪都快急死了。妈咪。暖暖疑惑了一秒，然后反应很快，表情恢复如常，张开双臂冲进楚扰怀里：妈咪抱抱。她是你妈？齐之年似信非信地看着暖暖，然后看向楚扰。听到自己的身份被质疑，楚扰没好气，挺直腰杆直接反驳道：这位先生，您抱着我的孩子来质疑我吗？齐之年脸上划过一抹愣怔，看着怀里哭得泣不成声的孩子，目光有些迟疑，但还是把孩子放到地上，冷声：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就好。楚扰一本正经地把孩子抱进自己怀里：暖暖不哭了，我们走。楚扰抱着暖暖，挺直脊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有气势。走到拐角处，楚扰猛地靠在墙上，轻咬下唇，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大口吸气。他无法想象，他刚刚居然在齐之年面前这么横，还好还好，小命还在。真的是为了他们母女俩，也是豁出去了。干妈你没事吧？干妈有事，干妈为了你们母女俩操碎了心，看到你爸刚刚那眼神没，吓死我了。干妈，你刚刚做得很不错哦。傅诗晴晨不知道从哪里出来，此刻正站在两人面前。晨晨一直都在，只是傅诗晴交代过，齐之年在，他要躲避着他，不能让他发现自己。哥哥，暖暖完成任务了哟，暖暖是不是很棒？暖暖很棒，但是妈咪身边有人看着，暖暖没办法带妈咪逃跑。哥哥，干妈，妈咪说太危险了，让我们先离开。楚扰点头，是太危险了，刚刚你爸应该已经怀疑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在露面，等你爸反应过来就完了。毕竟两个孩子生得端正，暖暖像傅诗晴，晨晨像齐之年。那我们先离开，妈咪手上有手机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从长计议。晨晨说。好。见到暖暖安全被楚扰带走，傅诗晴松了一口气，还好楚扰来得及时，不然他真的要撑不下去了。人群也渐渐散开，周围也安静下来，只剩下杜明月一个人委屈的哭泣声。阿琛，我没有推那个孩子，
为什么大家都要冤枉我？我真的只是想跟那个孩子好好说。杜明月轻咬下唇，委屈的不行。杜小姐碰瓷的技术了得，怎么到自己身上就受不了了？傅诗晴轻笑一声问。我没有。杜明月矢口否认，紧接着反咬一口。傅小姐为什么要这么污蔑我？我做错了什么？污蔑？在杜小姐看来，全天下的人都污蔑了你，只有你自己是对的。难道我说错了吗？傅诗晴婉唇一笑，杜小姐还是别哭了，和一个小孩子计较你也好意思，对吧？齐大总裁，你也好意思？齐之年一脸阴雾，傅诗晴嘴角上扬，单眉轻挑，挑衅意味十足。气吗？气吧，你越气我越开心。最后，傅诗晴依旧被齐之年拽着手腕出了医院。神经病，放开我，别拉拉扯扯，我跟你没关系，我自己会走。上车！齐之年冷声命令，不容反驳。傅诗晴气急，瞪着齐之年，都懒得挣扎了，拉开后车门，一头扎进车里。我是你司机，坐前面。这人怎么这么难搞啊？坐个车还必须听他的。傅诗晴真想一脚把他踹飞，当然他没那胆子。傅诗晴从后座下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上去，砰的甩上门。那声音听得一旁的于正都心疼车。杜明月弱弱的从后面走出来，走到齐之年身边，对齐之年眼里满是温柔和羞涩。阿琛，那我坐哪？齐之年的副驾驶被这个贱人给占了。坐于正那吧，他脑子有点毛病，语言过激，免得他又欺负你。齐之年，你才脑子有毛病！车内咆哮。齐之年脸色有些难看。杜明月虽然心里很不甘心，但是看到齐之年和傅诗晴的矛盾，他又心里平衡了许多。或许让他们待一起，两人会吵得更凶，齐之年会越发厌恶傅诗晴，那不就是他想看到的吗？这样想着，杜明月微微一笑，露出一副乖乖的表情，点了点，上了于正的车。车上，齐之年一只手搭在车窗上，单手开车姿态随意，外面的冷风呼呼灌进来，他俊美无双的面容染了一层寒意。车内寂静异常，傅诗晴看着车子行驶的方向，是回滨海别墅，他又要把他关回那里了吗？不要！傅诗晴打心底的抗拒，他深吸一口气，忍不住开口：齐之年，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你什么时候愿意交代孩子？齐之年声音凉薄，利刃一般的眸子扫了他一眼。傅诗晴心里窝火，我凭什么告诉你？就凭那是我齐之年的种，那是我生的，没我的种你生得出来？傅诗晴诧异的看着这个男人，他就提供了一颗种，生养都是他，他还骄傲了，有脸提？当时是你不要他们的。傅诗晴来气，声音也拔高了许多。齐之年愣了一下，无法反驳。渣男，现在你要，我就得给你。真当全天下你齐大总裁说的算？晚了，他们是我拼了命生下来的，我不会让你夺走他们。齐之年心情复杂，声音凉薄，我有说过我要夺走？那你什么意思？身为父亲，我连看孩子一眼的权利都没有。你还知道自己是父亲？傅诗晴冷嗤，他不是从前的傅诗晴，不会轻易相信这个男人的话。这时，齐之年的手机响起，是傅昭温，齐之年的母亲。喂，妈。齐之年的嗓音一如既往凉薄。之年，你跟明月在一起吗？
快回来，爷爷又发病了，爷爷快不行了。轰的一声，傅诗晴的心被猛击一下，齐爷爷快不行了。齐之年也是心底一紧，一改慵懒的姿态，双手握紧方向盘，左转弯，立刻朝老宅方向去。我马上回来。爷爷生什么病？齐之年，爷爷生什么病了？傅诗晴满眼焦急。之前无论齐家人对他如度，齐爷爷都对他是极好的，在齐家，齐爷爷是唯一给他温暖的人。现在突然得知齐爷爷快不行了，傅诗晴无法接受。心脏病。齐之年声音沉闷。车子飞速到达齐家老宅，于正载着杜明月也很快就到。杜明月急匆匆来到齐之年身边，阿琛，你别着急，我先去看看爷爷的病情。这些日子是杜明月一直以来是齐爷爷的主治医生。杜明月国外留学回来，又是专修的是心脏科，是这方面的专家。齐之年声音低沉，应了声傅诗晴一路狂奔进齐家老宅，熟悉的找到齐爷爷的房间。刚到房间门口，房间里传来低低的哭泣声。傅诗晴心底一紧，加快步伐进去。一进入房间，傅诗晴的呼吸几乎屏住。屋内有不少人，都是齐家一些嫡系子孙。齐之年的父母齐伯明、傅昭温，还有齐之年的几个叔叔都在。听到门口的动静，所有人纷纷回头。这些人傅诗晴都认识，也都认识傅诗晴。对于消失了5年重新出现的傅诗晴，表情都显得极为震惊。傅诗晴，你怎么回来了？傅昭温对着傅诗晴几乎是吼出来的。当年齐家念及傅诗晴父母对齐家的恩情，答应傅家的要求，让齐之年娶傅诗晴。虽然家世不匹配，但原想着傅诗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没想到结婚3年，她居然一声不吭的跑了，简直让齐家所有人深恶痛绝。还有齐老爷子当初真是把傅诗晴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宠着疼着。可到头来，这个白眼狼是怎么回报他们齐家的？老爷子的病少不了被他气的。你还来干什么？伯父伯母，我来不及解释，让我看看爷爷可以吗？傅诗晴看到大床上躺着的老人，双目紧闭，面容枯槁，眼窝深陷，靠着带着的呼吸机勉强呼吸，心底就狠狠一疼。谁让你来的？这里不欢迎你！傅昭温别过脸，冷冷呵斥。妈，爷爷很诗情望嫂子回来，现在嫂子回来了，先让他见见爷爷吧。傅诗晴感激的目光投向说话的齐景晨。你闭嘴，她不是你嫂子，之年已经跟他离婚了，他跟我们齐家没有关系。傅昭温很是恼怒。人是我带来的。刚走近的齐之年淡淡出声。之年。看到齐之年带着杜明月回来，傅昭温的脸色好看了些，顾不得其他，他掠过傅诗晴，看到救星般拉住杜明月的手，月月，快去看看老爷子，老爷子又发病了。伯母，您先别着急，我先看看爷爷的情况。杜明月着急地走向老爷子，看到一旁的傅诗晴，挑衅一笑。傅诗晴没有忽略他的挑衅，只是他现在一心都在老爷子身上，根本无心管其他。傅诗晴想靠老爷子近些，观察老爷子的病情，却被老管家拦住。傅小姐止步，不准他靠近。傅诗晴只能站着一旁干着急。这无论是对傅诗晴本身，还是身为从医人员的他，都是极其煎熬的。这里没有人相信他。傅诗晴着急的看了一圈，
看向齐景臣。齐景臣眉梢对着傅诗晴朝齐之年挑挑，示意傅诗晴这种事情应该求他哥。最终傅诗晴恳求的目光还是落在齐之年身上。齐之年目光深沉，周身气压很低，都被悲痛笼罩着。齐之年，你让我过去看看爷爷可以吗？傅诗晴满眼恳求。齐之年垂眸，目光很冷，只在他身上淡淡的扫了一眼。我带你来，不是让你来添麻烦，再吵，我让人送你回去。杜明月给老爷子检查完，满脸忧愁，众人纷纷围了上去。傅昭温焦急地问：月月，你有办法救老爷子的，对吗？月月。杜明月纠结地低头摇了摇，神情悲伤地看着傅昭温。伯母对不起，爷爷他话语一顿，全然一副悲痛无奈的样子。齐之年瞳孔猛地一缩，眸子里的冰寒之色被沉痛替代。你之前不是说已经控制住老爷子的病情了吗？怎么会突然严重起来？齐明伯着急沉声。杜明月被吼了一声，咬着唇委屈的摇头。老爷子的心脏病原本就很严重，他只能加重药物，暂时控制住老爷子病发。不懂医的人看样子看去，老爷子神色是好了，会给人好转了的假象。这样他救了老爷子，对齐家有恩，有了这份恩情，他向齐之年提结婚，成功率就高多了。况且他也不想老爷子醒来，这个老不死的这几年一直反对他嫁给齐之年，他死了对他是有利的。他原本想加重药量，保证老爷子在他和齐之年婚前不并发死亡，婚后随便他怎么死，他大可以说老爷子是年纪大了，突然病发，他尽力了，也怪不得他头上。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头子这么不中用，他还没来得及嫁给齐之年，他就要死了。傅诗晴急得快哭了，整个眼眶通红，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拉住齐之年的手，求你，齐之年，我求你让我看看爷爷，我有办法，有办法救爷爷。爷爷等不了了，不能再耽搁了，真的。齐之年眸子眯了眯，傅诗晴已经不管不顾冲过去，把他拉开。傅诗晴，你还要祸害老爷子吗？有佣人要过去把他拉开，谁都不许动他。齐之年冷冷呵斥出声，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看到女孩满眼焦急的神色，他到底还是心底一软，下意识的就想相信他。之年你。傅昭温有些诧异的看着自己儿子，当初他是厌恶傅诗晴的，怎么现在处处维护这个女人？傅诗晴坐在老爷子旁边，有齐之年发话，其他人不敢动他，他静下心来给老爷子检查。齐家安排的很妥帖，老爷子房间里医疗工具俱全。傅诗晴忧心的拧了拧眉，老爷子的病明显是心脏衰竭的症状，而且这种症状已经持续很久。现在的老爷子身体极其虚弱，恐怕摘了呼吸机人就走了。傅诗晴从包里拿出银针，双指捏着，突然一顿。这时候给老爷子用刺血术是挽救老爷子生命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冒险的办法。老爷子这么严重的心脏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换心脏，但傅诗晴不知道为什么身边都是名医的老爷子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期，所以现在只能铤而走险。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救您。傅小姐，你想对齐爷爷做什么？傅诗晴正打算施针，杜明月在旁边突然大叫。杜明月的惊叫立刻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傅昭温大步上前，一把拽住傅诗晴拿着银针的手，所有人往床前围过来。傅诗晴，
老爷子当初对你不薄，他现在老人家已经这样了，你还要害他，你是妒居心。傅昭温对傅诗晴原本5年前就看不上，现在对傅诗晴的敌意更大，满眼怒火，怒斥：我没有，我是想救爷爷。傅诗晴紧紧皱着眉头，他深知现在浪费1分1秒都是在耽误老爷子的病情。杜明月一听，眸子动了动，嘴角对着傅诗晴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傅小姐当年被学校退学，连大2都没上完，现在恐怕连医生都不是，你怎么救爷爷？爷爷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受不了你的折腾。杜明月声音轻柔，让旁人听着带着浓浓的劝告和无奈，一心为了老爷子着想。只有傅诗晴知道，杜明月话里话外皆是对他的嘲讽。傅诗晴微微侧头，看着杜明月，脸上除了着急没有什么表情。放开，傅小姐，你还是别去加重爷爷的病情了。傅诗晴对杜明月的没完没了，没了耐心，直接挥开他的手。杜明月踉跄一下，就往齐之年身上倒。齐之年伸手扶住杜明月，表情冷漠。阿琛。杜明月轻轻喊了一声，柔美的脸上满是脆弱和无奈，又像受了莫大的委屈，眼泪在眼眶打转。那副漂亮柔弱的样子看着真让人心疼，他一心好言相劝，衬得傅诗晴无理取闹，不可理喻。而齐之年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责备。傅诗晴扯了扯唇，心口艰涩。傅昭温开口斥责：傅诗晴，你敢在我齐家放肆，来人丢出去！傅诗晴心头一紧，下意识的还是会看向齐之年。齐之年眸底一片漆黑，高大的身形为傅诗晴挡开了保镖。他深邃的眸子看着傅诗晴，那一刹那，傅诗晴打从心底涌出浓烈的期待。他会相信他吗？齐之年，我让人送你回去。男人冰冷的嗓音震得傅诗晴全身心一颤，所有风期待全部被打回谷底，粉碎粉碎的。这种感觉是5年前他满怀期待的告诉他，他有宝宝了，然后他丢给他一张支票，一句打掉孩子是一样的。齐之年对他永远这么残忍。他眸子里泪水颤动，最终还是没忍住讽刺的笑了一声。傅小姐，请。于正上前，对于这个钱太太，态度比起齐家保镖有理得多。我不走。傅诗晴深知，他走了，爷爷就真的没救了。无论是作为傅诗晴，还是一名医者，他都不能离开。于正。齐之年呵斥。于正心中复杂又纠结，一来不能违抗主子的命令，二来对这个钱太太，他实在是不忍心对其他普通女人一样下狠手。无奈之间，只能求救的看向齐景晨。齐景晨也犯难，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对傅诗晴开口：嫂子，要不爷爷。齐景晨话卡到一半，目光掠过傅诗晴，看到床上的齐老爷子颤颤巍巍的抬起手。下一刻，傅诗晴指尖一颤，被什么触碰了一下，他猛地回头，就看到老爷子正一双浑浊的眸子正激动地看着他。傅诗晴的心狠狠一颤，立刻握住老爷子的手，颤抖着紧紧握着，他的声音哽咽，此刻眼泪忍不住狂涌：爷爷，爷爷，我是诗晴，诗晴啊！老爷子费力张了张口，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全部人围在老爷子身边，房间里顿时吵嚷起来。傅昭温要推开傅诗晴，奈度老爷子死死抓着傅诗晴，不让他离开。爷爷，你想说什么？齐景晨连忙问。
老爷子张了张口，齐景晨机灵，一脸会意的表情。爷爷，您要嫂子留下是吗？老爷子用尽力气的点了点头。哥，既然爷爷都发话了，就让嫂子留下给爷爷看看吧，万一嫂子真能救爷爷呢？齐之年微微蹙起眉头，深深的看了眼傅诗晴，深不可测的黑眸里带着一丝担忧。犹豫了片刻，他转身出去。老爷子想要让傅诗晴留下，傅昭温也不能说什么，狠狠地剜了眼傅诗晴，满是警告：月月，你是老爷子主治医生，你也留下。杜明月乖乖的点头，这种不费力又讨好的事情他自然乐意之至。屋子里的包括佣人都出去，只留下傅诗晴、杜明月和老爷子。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傅诗晴坐在老爷子床边，拿出细长的银针，一系列的消毒工作立刻进入状态。爷爷，诗晴一直在，你会好起来的。说着，傅诗晴双指捏着银针，扎进老爷子的穴位。老爷子身体虚，现在醒来已是不容易，此刻他疲惫的合上眼睛。杜明月双手抱臂，站在傅诗晴身后，看着傅诗晴一脸认真严肃的样子，毫不掩饰的冷嗤一声：傅诗晴装什么？你会医术吗？你不会想靠几根银针救老爷子吧？真是搞笑！我告诉你，这老家伙已经病入膏肓，离咽气不远了，你还不如送他最后一。啪！啊！杜明月还没说完，傅诗晴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杜明月捂着脸，满脸惊愕：你这贱人，居然敢打我！给我闭嘴！傅诗晴眉目皆是犀利，一把拽住杜明月的头发，用银针滴着杜明月的下颌。我告诉你，爷爷不会死，你再给我蹦出一个字，信不信我让你再也说不出话？这样狠厉的傅诗晴看得让人心底发慌的恐惧。银针抵在他的脖子上，有些尖锐的疼。杜明月生怕多动一下，这根银针就扎进他的喉咙了。他梗着脖子点点头，被傅诗晴一把狼狈的丢在地上。杜明月捂着脸，握紧拳头，恶狠狠地盯着傅诗晴，眼里的愤恨恨不得将傅诗晴挫骨扬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傅诗晴的额头已是布满冷汗。银针刺穴讲究极高的精确度，扎错任度一个穴位，可能都会给老爷子的病雪上加霜。傅诗晴全程都是屏住呼吸，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而且傅诗晴担心老爷子的身体都不足以支撑他扎完针，好在情况比他想象的好些，他针扎完，老爷子的病情也止住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傅诗晴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看着心电图上老爷子的心率平稳下来，悬在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杜明月睁大眼睛看到仪器上老爷子的心跳恢复平稳了，怎么可能？他脸上弥漫着不敢置信。傅诗晴这个书都没读完的废物，居然真的把这个离咽器只差一台呼吸机的老东西救回来了。怎么可能？他的心紧了紧，顿时觉得自己呼吸不畅，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席卷全身。傅诗晴救了这个老东西，那他很有可能会被齐家重新认可。那他怎么办？他这几个月为老爷子治病，讨好齐家父母，获得了傅昭温的信任和喜爱，原以为他离嫁入齐家不远了。而现在傅诗晴的出现破坏了他一切的计划。不行！杜明月紧紧捏紧双拳，绝对不行！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傅诗晴为老爷子取下银针，收好。
老爷子的病他还需好几步治疗，这才是第一步。不过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他还得好好研究一下。他记得齐家老宅是有专门收放名贵药材放药房，正好他过去替老爷子调几副中药，会有助病情。杜明月看着傅诗晴出去，眸光闪烁着阴狠，回头看着病床上原本因虚弱而面色惨白的老人，现在面色正一点点恢复正常，他心里抑制不住的狠意。这个老东西一向不同意他嫁入齐家，加上如果他被傅诗晴救回来，那怎么可能还有他的容身之地？这样想着，杜明月缓慢地伸出手，掐住老爷子的呼吸机管路。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杜明月脸色一慌，拿起一旁的听诊器，装模作样的给老爷子听诊。刚刚那抹狠意重新被温柔替代。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救您的，您也一定要加油好起来啊！我们大家所有人都还等您好起来呢。推开门的傅昭温就听到杜明月说的这一段话。傅昭温看着杜明月那一抹娇弱的背影，眼里满是感动，这孩子真的太善良了，配得上做他的儿媳。月月，傅昭温走过来，小声的叫他。杜明月小心翼翼的放下听诊器，起身，温柔的目光看着傅昭温。傅昭温笑得和蔼，拉住杜明月的手。见状，杜明月就知道他刚刚听到他说的话了。杜明月心底得逞一笑：月月辛苦你了。傅昭温温柔的拍了拍杜明月的手。伯母，我不辛苦，只要爷爷能好起来，我怎么样都不会觉得辛苦。好孩子。跟着傅昭温一起进来的是齐明伯刚请回来的一位著名老教授曾老，在医学界威望极高，主要研究的也是心脏科。曾老严肃的在一旁坐下，闭上眼睛，手附在老爷子手上，给老爷子把脉。将近过了半分钟，曾老睁开眼睛，眼里流露出一丝疑虑和诧异。他看到一旁的仪器上平稳的心跳，起身，齐老爷子心跳均匀，也有力多了，病情明显好转。可之前明明所有医生都说老爷子快。傅昭温欲言又止的看向杜明月：月月，是你做了什么吗？我。杜明月一顿，视线朝走进来的齐之年看了一眼，他心中微动。刚刚房间里就他和傅诗晴，老爷子也没看到谁给他施针。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他呢？就算傅诗晴说是他救了老爷子，但他一个学都没上完的废物，跟自己一个外国留学回来的著名医生比起来，谁又会信他呢？更杜况其家人一直很信任他，这个救老爷子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是他？这样想着，杜明月舒心多了。对傅昭温的疑问，他微微一笑，轻轻点头：伯母，我刚刚想到一套新的治疗方案，没想到奏效了，老爷子心跳已经正常。真的？这么说，老爷子有救了是吗？杜明月顿了顿，他脸色控制得很好，硬着头皮道：是的，爷爷有救了。齐夫人这位是？曾老的目光带着一丝欣赏的看着杜明月问。忘了介绍了，曾老，这位是我们老爷子的主治医生，杜明月杜医生。月月，这位是曾老。曾老。杜明月激动的看着面前的老人。曾老的名讳在医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那可是传奇的存在。他老人家医术极其高明，只是年过60，已经闭关多年，多少医学界的人想向他讨教，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他居然能看到曾老。老爷子的心跳不仅平稳了，还有力度了，
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孩子，你的医术是谁教的？曾老，我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有些是我自己看医书自学的。可有师傅？杜明月摇了摇头，不曾有。那拜我为师可好？杜明月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真的，真的可以吗？你是难得的人才，好好培养，必定有大作为。谢谢，谢谢曾老。杜明月怎么也没想到还有这么惊喜的意外收获，这让他完全忘了自己是窃取了傅诗情的成果。月月叫什么曾老，该叫师傅了。曾老愿意收杜明月为徒，可见杜明月的医术了得。傅昭温听了，看杜明月的眼神就越发的喜爱了。月月，谢谢你，你就是我们齐家的大恩人。之年你说呢？齐之年没看到傅诗情的身影，目光有些幽暗，但爷爷的病情好转，他的心微微松了松。杜明月救了爷爷，自然是齐家的恩人。齐之年点头，脸上带着一丝浅薄的笑意，放柔语气道：辛苦了。杜明月自然地挽住齐之年的手，齐之年没拒绝。阿琛，我不辛苦，你爷爷就是我爷爷，我一定会全力救治的。傅诗情拿着调配好的中药回来，就听到杜明月成了齐家的大恩人。看到这其乐融融的一幕，视线落在齐之年和杜明月身上，他的心口荒凉一刹。他来不及细想，齐之年温凉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开口问：去哪了？傅诗情抬了抬手上刚调配好的中药包，爷爷的病情加上药物治疗会好些。偷了别人的成果，杜明月暗暗把心底那一丝恐慌按下，笑意温柔，轻柔道：傅小姐，去拿药也是辛苦了，药给我吧。他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韧度问题，只不过暗含的意思就是告诉所有人，傅诗情这段期间只是帮他去了药。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的傅诗情自然也听不出端倪。傅诗情微微挑了挑眉，没有理会杜明月，将药和药单放在桌子上，上面清楚注明了服用时间和方法。哥，爸叫你去一趟书房。齐景晨靠在门口。齐之年应了一声，渐渐走进傅诗情，在这里等我。傅诗情纤眸，眉梢很淡的挑了一下，神情恬静，乖乖地点了下头。好，才怪，等你一走我就跑。傅诗情腹诽。齐之年抬不出去，房间里的压迫感也随着齐之年的离开而消失。傅昭温走到傅诗情面前，眼神一如既往的带着鄙睨，高高在上，这种眼神傅诗情再熟悉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对于傅昭温的眼神仿若未觉。傅昭温冷声：傅诗情，我们一家人要吃晚餐了，我就不留了。傅诗情微微一笑，眼神不卑不亢的回望傅昭温。傅昭温一愣，他怎么感觉都觉得傅诗情跟之前不太一样，不管是眼神还是整个人的气质，都给他这样的感觉。没了从前那股卑微劲，眼神冷漠，行为举止皆透着自信。傅诗情看了眼爷爷，爷爷的病情短期内不会再爆发，加上他调的药可以撑一段时间，他也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人家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下了逐客令，傅诗情不好多待。况且现在齐之年不在，是他离开的绝佳机会。傅诗情从齐家老宅顺利的出来，一辆卡迪拉克稳稳停在他面前。车内的人摇下车窗，俏皮的给他打了个响指：诗情，诗情，快上车。你怎么来了？
傅诗晴惊喜，正愁着这边打不到车，我们就没走过，一直跟你们，想着你逃出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接应。楚扰说：“妈咪，妈咪，我们也来了哦。”后车坐的俩小宝看到傅诗晴，兴奋地唤道。傅诗晴刚刚郁结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赶紧上车，将两个小宝就拥入怀中。此地不宜久留，楚扰开着车疾驰而去。妈咪，我们好想你。晨晨暖暖腻在傅诗晴怀里，又开心又激动。我的宝贝们，妈咪也想你们，今天你们表现得很棒哦，妈咪为你们骄傲。傅诗晴将两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哎，有了亲妈，忘了干妈；有了孩子，忘了闺蜜啊！前面开车的楚扰捂着胸口，心寒啊。干妈，你被抓走了，我们也会很想你哦。晨晨奶声奶气地说：“别，你们俩小家伙可别指望我被抓走，我害怕。”晨晨暖暖笑成一团。扰扰今天辛苦你了。辛苦谈不上，我就是一跑腿的，主要这俩孩子，你到哪，晨晨的定位就能精确到找到你的位置。傅诗晴知道晨晨对一切都电子类产品都很有天赋。傅诗晴揉了揉晨晨暖暖的发顶，这俩孩子真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我们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楚扰肚子一阵叫唤。到饭点了，他们一直等自己，也一定没吃饭。傅诗晴心里很过意不去。地点你选，我请客。楚扰也丝毫不跟傅诗晴客气，吃私房菜吧，你们可以吗？我知道有一家还不错。傅诗晴点了点头，好。车子一路开向餐厅，到了餐厅，他们运气不错，这个点还有位置，服务员领着他们去了包厢。上了菜，可见两个小家伙是真的饿了，嘴巴鼓鼓的，一直没停过。傅诗晴吃了一些，就给两个小家伙夹菜。诗晴，你和齐之年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楚扰担忧问。他们两个总不能一个一直逃，一个一直追吧？傅诗晴吃的差不多，放下筷子，眸色有些疲惫，有些无奈。他想要我交出晨晨暖暖。什么？他要夺回孩子？楚扰若不是两个孩子在，气得差点摔筷子。他怎么好意思？当年是他不要孩子的，现在又要来要回去，简直岂有此理！傅诗晴继续给两个孩子夹菜，晨晨暖暖沉浸在吃饭中，倒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话。傅诗晴叹了一口气，眼神坚决：“我是不会把孩子给他的。这两个孩子现在就是他的命，无论如度他都会守护好他们。”他很想把孩子送出国再避风头，但是这个念头他很快又打消了。孩子还小，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孩子，同时他也离不开这里，其爷爷的病必须他治疗。所以接下来他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书房，齐明伯和齐之年对坐在茶桌上，明亮的灯光无声的打在两人身上，剪出两张五官轮廓极其相似的两个人。齐明伯微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将茶壶里刚泡好的茶倒进茶盏里。齐之年神情淡淡，一双睿智的眸子微微眯了眯。两人的气氛倒不像父子，更是像是一场高手博弈。孩子，你打算怎么办？齐明伯将茶盏放在齐之年面前，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齐之年先眸，对齐明伯知道傅诗晴有孩子这件事并不表示惊讶。他拿起面前的一盏茶，优雅的抿了一口，才淡淡道：“让他带着。”
齐明伯峰眉紧了一下，显然对这个回答不赞同，声音低沉，略带警告：“那是我齐家的子孙。”意思很明显，齐家的子孙不能流落在外。你之后娶了明月，孩子交给明月抚养，他可以随时看孩子，这是我对他最大的宽容。那是傅诗晴的孩子。齐之年眸子深眯了几分，神情极为不悦。他更是齐家的子孙。齐明伯起身，最后警告地说了一句：“我不同意。”齐之年声音不温不火，齐明伯眉心瞬间皱了起来。孩子的母亲只能是傅诗晴。齐之年清冽低唇，声音坚定，带着不可反驳的气势。齐明伯深邃的眸子眯了眯。齐之年起身，视线与齐明伯平视。另外，我劝您别盘算着动他们母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让步。齐之年没有多停留的意思，抬步要离开。你在意那个女人？齐之年颀长的身姿微侧，嗓音淡淡道：“她是我妻子。”那是之前。有区别吗？她一日是我的妻，终身都是。齐明伯心口震了震，对于这个儿子，他了解得很，他的凉薄是刻进骨子里的，他从未见过他对任度一个人这样在意过。说完，齐之年没有办法停留，大步离开书房。齐景晨悠闲地靠在门口，叼着根烟，一副闲散玩世不恭的姿态。齐之年淡淡问：“他呢？”“嫂子。”齐景晨掐灭烟蒂，走了。呵，如他所料，那个没良心的女人果然跑了。齐景晨站在一旁，都能感受到来他哥的森森寒意。他正色几分，犹豫片刻，开口：“哥，你明明挺在意嫂子的，为什么不告诉她？你刚刚明明是在保护她。”老爷子现在病情加重的如此厉害，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就像是杜明月说的，傅诗晴大二都没有上完，怎么救老爷子？他要冒险医治老爷子，老爷子当时有半分闪失，他都走不出齐家大门。齐家不会放过他，齐明伯更不会放过他。齐之年深知这一点。不重要。他清冽的声音缓缓响起，里面不免隐着几分寒意。boss要不要我去把太太找回来？齐之年修长的手抬了一下，不用。这个女人嘴硬得很，一心以为她要夺走孩子，你越是逼着她越紧，她就把孩子藏得越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好处，倒不如放她离开，孩子在她身边，她只要盯紧她，她总会露出破绽的。他不会夺走他的孩子，只是身为一个父亲，他想看看孩子。阿琛，吃饭了。杜明月脸上扬着灿烂的笑脸，过来叫齐之年。齐之年回头看着杜明月，目光不咸不淡，应了一声：“嗯。”带着2个孩子吃完饭，楚扰先送傅诗晴和孩子回家。傅诗晴带着孩子下车，对着车里的楚扰摇摇手：“你回去的路上慢点。”“好，放心吧。”“干妈再见。”晨晨暖暖异口同声：“宝贝们再见。”傅诗晴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牵着晨晨暖暖回家。“宝贝们，我们回家喽。”傅诗晴回来不久，这边的房子是楚扰替他找到，3室1厅，关键是这边安静，离医院也近，上班方便。晨晨暖暖，你们要先去洗澡澡，明天星期一要去上学了哟，今晚要早点睡觉哦。好的，妈咪。上学暖暖是不是会有好多好朋友？是的，暖暖，暖暖会交到好多新朋友。暖暖比起外国，显然更喜欢这里。他一向喜欢热闹交朋友，对于学校，他眼里闪着期待和好奇。晨晨脸色却有些微沉：“妈咪，我们还回温叔叔那吗？”
傅诗晴的神色显得有些复杂，她带着2个孩子在沙发上坐下。宝贝，我们先不回温霄叔叔那了，你们跟妈咪在这边生活好吗？暖暖当然赞同，晨晨也喜欢这，但是他不想妈咪再遇到危险。他刚刚听到妈咪和干妈的对话，明显是坏爹的想抢走他们，妈咪不同意，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妈咪，所以这边他觉得危险。晨晨宝贝在想什么？傅诗晴看晨晨若有所思的样子，担心问。晨晨比暖暖成熟，更有主意，心思也会沉些，更像是一个小大人。晨晨抿了抿唇，一双漆黑的眸子认真的看着傅诗晴。妈咪留在这会开心吗？可以像在温霄叔叔那一样无忧无虑吗？看着晨晨认真的样子，傅诗晴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某人的那张俊脸。晨晨跟齐之年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认真的样子更是像刻在骨子里一样的相仿。傅诗晴对2个孩子觉得抱歉，将他们搂在怀里。宝贝们放心，妈咪会全力保护你们，妈咪向你们保证，在这边也可以像在外国一样无忧无虑。晨晨的担忧没有因为傅诗晴的保证而减轻，反而更加的心疼妈咪。傅诗晴帮2个孩子洗完澡，2个孩子很懂事，自己乖乖的去睡觉了，不用傅诗晴操心。傅诗晴正打算去洗澡，就接到了温霄的电话。不等傅诗晴开口，电话那头磁性的声音夹杂着一丝愠怒：祖宗，你是扛着飞机爬过来的吧？老子在机场等你1天了。傅诗晴呼吸一顿，他原本跟温霄说了要把孩子先送他那，大概上午10点到的样子，现在都快晚上10点了，你还在等？这家伙等了1天了。傅诗晴有点不敢置信，这个陪孩子看电视跳出5秒广告都等得不耐烦的男人，居然在机场等了他1天。不然呢？隔着屏幕，傅诗晴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咬牙切齿。傅诗晴组织了一下语言，放软了声音：温霄，我这边有事，先不带孩子过去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老子没听清。傅诗晴表情一僵，听着温霄的声音，有些心虚。操，傅诗晴，你给老子等着！别啊！傅诗晴赶紧说，下次请你吃饭。晚了，老子现在很生气，挂了。嘟嘟2声，傅诗晴无奈的放下手机，抿了抿唇。这个疯批生气了，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大半夜的飞过来，把他拽起来甩，泄愤吧。想着，傅诗晴打了一个寒战。拿起手机，赶紧给林峰发消息问问：阿峰啊，你们家老大现在在干嘛？隔了几分钟，傅诗晴等到了对方的回复，2个字：磨刀。翌日，傅诗晴起早给2个孩子准备好了早餐，晨晨和暖暖也已经自己穿好衣服去洗漱了。暖暖对于第1天去上学显得格外的激动。晨晨也对幼儿园带着好奇，吃完早饭，带着2个孩子往幼儿园去。傅诗晴原本是有些担忧的，毕竟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第1次上幼儿园，都离不开妈妈大哭大叫。可到了幼儿园，傅诗晴却确定自己的担忧是徒劳的。2个孩子都很兴奋，还主动跟别的小朋友、老师打了招呼。一进去，2孩子身边就围满了人。这是谁家的小王子、小公主啊？又帅气又漂亮，真想把他们偷回家。是啊是啊，看到这俩孩子，我都想生娃了。哎呀，太可爱了！再看看我家那俩小顽皮，果然孩子都是别人家的香。怎么办？好想把他们偷回家。暖暖奶声奶气地说，
姐姐们好，我叫傅安暖，姐姐们可以叫我暖暖哦，但是不能把我偷回家，因为我是妈咪的。我叫傅诗晴晨，姐姐们可以叫我晨晨哦。天哪，这俩小可爱，我快受不了了，救命，太可爱了。哎，你们看，那是孩子的妈咪吧？妈咪这么漂亮，难怪生出来的孩子也漂亮。傅诗晴跟老师交流完，过来就看到俩宝被家长围着一顿夸。傅诗晴嘴角勾起笑意，俩宝天生自来熟，也不知道遗传了谁。好了，晨晨暖暖跟老师进学校吧。晨晨暖暖被老师领进了幼儿园，还三步一回头的看傅诗晴。傅诗晴朝他们摇摇手，看着孩子蹦蹦跳跳进去。孩子没哭，傅诗晴倒是要哭了。他的宝贝们真的长大了。送完孩子，傅诗晴就去了医院上班。今天算是他正式任职的第一天，所以先去了趟院长办公室。刚到办公室门口，里面就传出了一声咆哮：“你们究竟怎么回事？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傅诗晴踏入医院大厅时，整个心脏外科已经乱成一锅粥。听说今天Cindy医生要来入职，院长亲自去接了，据说是从外国请回来的顶尖专家。天啊，我偶像要来了！杜明月站在人群最前方，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手中的欢迎花束却捏得死紧。他今早才得知，那个传说中的 Cindy 竟然和傅诗晴是同一天入职。各位久等了，林院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让我们欢迎心脏外科新任主任 Cindy 傅医生。当傅诗晴踩着高跟鞋从容走入时，整个大厅瞬间鸦雀无声。杜明月手中的花束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不可能，他失声尖叫，傅诗晴怎么可能是 Cynthia？ 他连大学都没读完。傅诗晴微微一笑，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林院长，这是我的学历证明和行医资格证复印件。林院长接过文件，朗声念道：“傅诗晴，外国皇家医学院博士，心脏外科首席专家，曾完成23例世界级难度的心脏手术。”每念一句，杜明月的脸就白一分。这不可能！杜明月冲上前抢过文件，一定是伪造的。杜医生，傅诗晴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请注意你的专业素养。如果你对我的资质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系外国医学会核实。曾老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激动地握住傅诗晴的手。原来是你！那天在齐家老宅，我就觉得你的针灸手法眼熟。你就是当年在医学峰会上提出心脏刺血疗法的年轻医生。整个大厅一片哗然。杜明月踉跄后退，撞在了墙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正在土崩瓦解。幼儿园放学时分，晨晨独自站在校门口，等待除扰阿姨来接。暖暖今天有点发烧，干妈提前接她去看医生了。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停在她面前，车窗降下，露出一张与她有7分相似的俊脸。小朋友，你家长还没来吗？齐之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停下车。这个孩子的眼神莫名让他心头一颤。晨晨警惕的后退一步，却在看清男人面容时愣住了。这就是妈咪手机里的坏爹地，比照片上还要像自己。我叫傅诗晴晨。他故意报上全名，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齐之年的反应。齐之年如遭雷击，手中的文件散落一地。
傅诗晴晨姓傅，这个年纪，他颤抖着蹲下身，与男孩平视：“你妈妈是不是叫傅诗晴？”晨晨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你是齐之年吗？”“我是。”齐之年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我是你爸爸。”晨晨的小脸绷得紧紧的。妈咪说：“你是坏爹地，不要我们了。”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插齐之年心脏。他想伸手抱抱儿子，又怕吓到他，最终只是轻声说：“爸爸从来没有不要你们。”那为什么妈咪总是哭？沉沉的问题让齐之年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傅诗晴急匆匆跑来：“晨晨，对不起，妈妈来晚了。”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齐之年缓缓起身，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5年了，他终于找到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2个人。齐家老宅灯火通明，所有家族成员齐聚一堂。齐老爷子在傅诗晴的治疗下已经能坐起来说话，此刻正愤怒地拍着桌子：“杜明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篡改我的病历，加重我的药量！”杜明月跪坐在地上，妆容哭花，早已没了往日的优雅。“爷爷，我没有，是傅诗晴陷害我！”“闭嘴！”齐之年冷喝一声，将一叠文件摔在他面前：“你买通药剂师的证据，还有你学术造假的记录，全在这里。”曾老痛心疾首：“我真是瞎了眼，竟收你这种人为徒！你根本不配当医生！”杜明月转向傅诗晴，眼中充满怨毒：“都是你！要不是你回来抢走之年，我怎么会……”“够了！”齐之年打断他：“5年前是你伪造了傅诗晴被退学的证据，还骗我说他拿了钱自愿打掉孩子离开。这些年，你一直在欺骗所有人。”傅诗晴震惊地看着齐之年：“你不知道我怀孕？”齐之年眼中满是痛色：“我若知道，怎么会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一切？”老爷子叹了口气：“诗晴，这些年委屈你了。之年这孩子也是被蒙在鼓里，你们爷爷……”傅诗晴轻声打断：“有些伤害不是误会解除就能弥补的。”他转向齐之年：“我需要时间。”3个月后，外国皇家医院发来聘书，邀请傅诗晴担任副院长。同时，齐氏集团投资的国际医疗中心也正式落成。齐之年亲自送来聘书。“为什么？”傅诗晴看着2份聘书：“你明知道我会拒绝你的。”齐之年单膝跪地，捧出一枚崭新的戒指，不是作为齐氏总裁，而是作为齐之年本人。“我想请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妈咪，暖暖突然从门外跑进来，扑进傅诗晴怀里：“爹地这几个月每天都偷偷来看我们，还学会了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晨晨也走过来，小脸严肃：“妈咪，我观察过了，爹地是真的知道错了。他书房里全是你的照片，每天晚上都看着哭。”晨晨，齐之年耳根通红，没想到儿子会揭他老底。傅诗晴眼眶湿润，看着眼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如今为他放下所有骄傲。他轻声道：“追求可以，但我要约法3章。”“你说？”齐之年眼睛一亮：“第一，不准干涉我的工作；第二，孩子们的教育必须尊重我的意见；第三……”他顿了顿：“我们要先约会3个月，再考虑复婚。”齐之年激动地抱起他转了一圈：“都听你的！”暖暖拍手欢呼：“太好了，我们终于有完整的家了。”晨晨却板着小脸伸出小拇指：“爹地，你要是再让妈咪伤心，我就带妈咪和妹妹永远消失。”
其之年郑重的与儿子拉钩，我保证。窗外阳光正好，傅诗晴知道这一次他们都会好好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幸福。